目前呢，巴以冲突已经快1个月了，以色列军队是终于发起了地面进攻。只不过，如何清除哈马斯10多年来精心布置的地下隧道，成了以军当前的难题了。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以色列当前的地面进攻的进展，以及如何应对地道战。经过数日的试探后呢，以色列军队在10月28号凌晨时分，趁着夜色，在加沙地带开始了地面进攻。而以军选择在夜间作战，主要原因是为了降低伤亡，毕竟以军拥有夜视优势，装备了大量的夜视仪，而哈马斯武装在夜间的行动很不便利，这就给以色列方面创造了作战机会。不过，从以色列的作战行动来看呢，以色列军队的地面进攻依然是以前的老一套。先是用这款重达62吨的 D9A 太极熊装甲推土车开路，破开隔离墙和障碍物之后呢，以军的装甲机械化部队随后进入。不得不说啊，这台长8米、高4米、宽4.5米的装甲巨兽，在加沙的城市战环境下呢，十分有用。它可以轻松推开前方任何障碍，为后续的坦克和步兵开发道路。这台推土车的主要任务呢，是引爆可能存在的地雷和简易爆炸装置，以及拆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物。它装有15吨的附加装甲和加强型的刀片，这使得它能够抵御枪炮或者爆炸物的攻击，为步兵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前进环境。这种推进方式呢，可以避免哈马斯士兵躲在加沙的楼房里，在黑暗中对以色列的军队开火，从而陷入被游击战的困境。除此之外，这种方法呢，还能避免以色列装甲踩到哈马斯布置的雷区。在清除了所有潜在威胁后，以色列才会在该区域建立自己的基地和后勤补给站。而关于以色列的进攻路线，根据目前卫星图上公开的消息，以色列军队大致可以分为3个进攻方向。其中第一个方向呢，是位于加沙北部的拜特哈嫩，这里大约有 1.5 万名以色列军队，从沿海地区开始正式对加沙的进攻。以色列军队打开隔离墙之后呢，装甲部队鱼贯进入加沙地带，在隔离墙附近重新集结。有视频显示，一队以色列士兵在占领了一幢房屋后呢，升起了以色列国旗，旁边有2台梅卡瓦4型坦克掩护。那么以色列为什么选择在这里发动进攻呢？大兵认为啊，这是因为加沙北部是相对人烟稀少的地区，没有高楼，而且不用担心哈马斯呢从废墟楼上打 RPG， 而且这里呢还是有沙滩和大海的，哈马斯没办法在这里修地道和掩体，不用担心有人从背后冒出来打自己黑枪。在直升机和无人机的支援下呢，数十辆坦克和装甲运兵车现在已经开进了加沙北部的半农村地区，但进展缓慢。以色列前军事情报局局长阿莫斯·亚德林对记者说明了进展之所以如此缓慢的原因，那是因为以色列军队正在一寸一寸、1米1米的行动，这样不仅能够避免人员伤亡，还能更多的击败哈马斯武装人员。另外一位前高级官员表示，缓慢的攻击呢，旨在确保以色列军队的侧翼安全。军队还希望能够引诱哈马斯武装分子从隧道或者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出来，在开阔地区与以色列军队交战，因为这样呢，不会让以色列出现太多伤亡。因此，现如今以色列军队尚未与哈马斯的深层隧道网络正面对抗，但是已经在广阔的地下网络入口处与武装分子交战了。而第2个方向呢，则是在加沙中部的布雷杰地区，在这里，以军和哈马斯爆发了大规模的交战。这一区域呢，在加沙地带的腰部，以色列军队可能是想从中截断加沙地带，目前呢是没有什么新的进展。至于第3个方向，是位于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地区，但实际战果也不多，因此大兵个人认为，以军在中部和南部的行动应该只是牵制。以色列军队可能是想把加沙地区呢从中部分成南北2个部分，同时呢重兵围困和打击北部地区，意图呢将哈马斯全部包围在北部，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对他们实施围歼。虽然以色列军方拒绝透露部队具体行动的地点，但社交媒体上的图像显示，以色列坦克停在了加沙城以南的道路上。这条线路呢可能会威胁到贯穿加沙地带的主要交通干线萨拉赫阿迪恩路，切断它呢，实际会将加沙一分为2，并且将加沙城与南部隔离。
总的来看呢，以色列的这次地面进攻行动还是比较稳扎稳打的。显然，从这场地面战一开始呢，以色列就将其视为了一场消耗战。内塔尼亚胡在新闻发布会上还特别表示，以色列地面部队已经进入了战争的第2阶段，消除哈马斯的战斗预计将会是一场漫长而且艰苦的过程。另外呢，对于开战前人们考虑的巷战和地道战，以色列也有了应对办法。《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以色列军方在内盖夫沙漠的一个基地中建造了一个名为小加沙的训练设施。该训练设施呢，大约有600栋建筑物，对加沙地带的模拟程度很高，既有平房，也有高层建筑以及地道。有不少以军呢正在那里接受训练，事先为进入加沙地带的大规模地面行动来做准备。当然，除了派出专业人士之外呢，以色列还可以利用无人机去进行巷战。例如这款以色列的伯劳鸟无人机，从检视防务刊物网站披露的消息显示，这款无人机呢是由4轴架构组成，机动性能突出，足以满足在室内快速飞行。虽然是一种小型无人机，但它却是专门用于应对室内环境作战的特制装备。据称呢，该无人机出自于以色列国内的埃尔比特公司之手，具有定位目标、绘制环境特征，并且搜索目标敌人的任务属性。还能通过引爆自身来集中对付侵入室内的威胁。据悉呢，它配置有高爆载荷装置，可以瞬间释放能量爆炸，从而给对手致命一击。根据埃尔比特公司的官方数据，这款无人飞行器是由电池供电驱动的，拥有 1.25 公斤的最大起飞承载能力，最大载荷可达150克。当进行室外作业时呢，伯劳鸟能保持72公里每小时的飞行速率，连续飞行7分钟以上。操作者能通过无线电或者网络对该无人机进行操控，非常方便。值得注意的是，伯劳鸟还安装有自动化运行模式，通过配置的特制光学系统等获取定位、图像等信息，形成一套清晰完整的3维地图。基于上述特性呢，伯劳鸟可以轻松避免碰到门窗等部位，从而完成室内扫描等任务。至于那些让士兵头疼的地道啊，以色列也找到了应对办法。我们都知道，这个被以色列国防军称之为加沙地铁的地下网络，修建在地下30米深处，是一个迷宫般的巨大地下隧道网络。它们的入口呢，往往隐藏在房屋、学校以及其他公共建筑的底层，以便哈马斯武装逃避侦察。并且这个地下迷宫呢，还被哈马斯用于运送人员、物资、储存弹药等，同时呢，也是哈马斯指挥和控制中心的所在地，帮助哈马斯躲避以色列的炸弹、无人机和卫星侦察。至于哈马斯究竟修建了多长的地道，迄今为止呢，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但是哈马斯曾在2021年声称已经在加沙地下修建了长达500公里的地道了。这些地道呢，也让以军头疼不已。曾经担任过少校，目前在美国西点军校现代战争研究所工作的约翰·斯潘塞认为，加沙的地道战更像是在水下作战，而不是在建筑物内部作战。他认为，在地面上使用的任何装备，在地下都无法发挥同样的作用，或者说难以产生同样的效果。观察、呼吸、导航、绘制地图、交流信息以及部署具有杀伤力的作战工具，都需要专业的设备。近日呢，被哈马斯释放的以色列人质85岁的约切维德·利夫西茨也再次向媒体证实，加沙地带的地道与传说中的一样规模庞大，能攻易守且令人生畏。以色列战争专家达夫尼·里奇蒙德·巴拉克则表示，加沙的地下网络已经成为了哈马斯军事战略的核心要素，使该组织的武装人员能够在各发射点之间快速机动，并且发射火箭弹，严重阻碍了以色列军队实施封锁和打击行动。那么，要彻底将哈马斯从加沙地带铲除的以色列会如何应对地道战呢？从这几天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速度来看，对于这些地道，以色列的作战态度十分谨慎，不会直接深入地道和哈马斯交火的，而是想办法用现有的科技来对付地道。例如，以军无人机就携带了探地雷达，正在对这些地道逐步搜索，一旦发现有高价值目标，空军的钻地弹打击马上就能到。除此之外呢，一款名为海绵炸弹的武器也成为了以军对付地道战的首选。
据了解，海绵炸弹是一种化学炸弹，它不含炸药，被封装在一个保护性塑料容器中，并且用金属屏障分隔2种不同的液体。激活后呢，这种炸弹会突然迸发出泡沫，并且迅速扩散，然后硬化，宛如一块巨石。士兵可以将炸弹安放在适合的地方，或者把它抛向前方，从而堵住地道出入口。以色列国防军一直在测试这种新型化学炸弹。在2021年的一场演习中呢，以色列士兵被发现正部署此类装置。然而，这种武器使用起来很危险，已经有一些以色列士兵因不当使用而失明了。以色列呢，还拥有着先进的高光谱传感器。据熟悉该项技术的一位专家披露，以色列的这款传感器可以确认地下深处是否有人、武器、爆炸物以及其他物体等。其中呢，这个所谓的高光谱传感器就是利用大量的电磁波谱来分析和识别深藏在地下或者水底的物体。这是因为所有的材料都会在电磁波谱中留下独特的痕迹。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研发出了此类传感器，可以扫描这些光谱特征，并识别构成被扫描物体的材料。除此之外呢，在地理方面，也有地质学家使用这种传感器来搜寻地下的油田和矿藏。而搜索地下的混凝土和金属钢筋等，将有助于以色列精确定位地下隧道的位置，并且识别哈马斯在地道中储存的武器和爆炸物的光谱特征。而通过该传感器呢，还可以通过地下的二氧化碳来判断下方是否有哈马斯人员活动。现在以色列已经为无人机装上了这种传感器，在加沙地带上空巡视，以便于搜集地表下的各种特征信息，然后将相关数据传输给以色列边境附近的接收器，或者传送到在近海游弋的以色列海军舰艇。另外，从加沙的地道出现呢，到现在已经很多年过去了，以色列也对反地道战有了很深的研究。在2014年7月，以色列就下发了隧道区作战命令，定位、测绘、摧毁地道，特别是跨境攻击地道的作战技术，详细介绍了地下区域作战的概念、原理、技术和演练。这些是基于加沙地带的地道威胁，旨在为步兵以及装甲和工程兵、空军情报和炮兵部队的团队合作而设计的。以色列国防军还训练现有部队，并专门组建了从事地下战的部队，他们就是隶属于特种工程营的萨穆尔部队。除此之外，几乎所有的以色列国防军的战斗人员都必须进行应对地下威胁和地道战的基本训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萨穆尔突击队配备有一整套的探查、分析和识别地下隧道人和物的专用技术设备，包括高光谱传感器和地面穿透雷达。除此之外呢，以色列还为其开发出了新型无线电设备，根据身处地下时的极端环境进行了优化。每个突击队员之间呢，也配备有通信、导航和夜视设备，以及侦察无人机和装有机枪或者榴弹发射器的地面无人攻击车。此外呢，还有受过地下作战专门训练的军犬相随，其战术呢也十分详细。在发现地道后呢，萨穆尔突击队会在第一时间呢前来支援，进一步探查、核实，并且绘制出隧道的地图，视情使用炸药、推土机或者坦克来摧毁或者封堵地道。当然，呼叫空中战机向定点目标投掷钻地弹，将其完全炸毁也是可以的。因此，总的来说呢，对于以色列军方来说，加沙之战不是一个军事行动，而是一个工程行动。从公开的信息可以看出，以色列国防军的计划都是怎么掩护以色列工兵拆房子、清理废墟，以及怎么封堵这些地下隧道的。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